this is likely to be the biggest IPO of all time. SpaceX 2026年好可能成為全球史上最大嘅 IPO。Elon Musk 人類史上最強火箭嘅主人，身家接近1,000,000億嘅世界富豪。但係喺18年前，你知唔知道呢個帝國差啲因為一粒價值幾蚊美金嘅螺絲而要徹底灰飛煙滅？There were some tough times in 2008. 2008 was brutal. Tesla almost went bankrupt. We closed our financing round 6 p.m. Christmas Eve. 100 million, then still need more money. I didn't think it would be easy. Like I said, I thought they would probably fail. But you know, like creating a company is almost like having a child. So it's sort of like, how do you say your child should not have food? Yeah. Can we just break for a second? Sure, of course. 2008年平安夜，如果你係 Elon Musk， 你手上只有最後一沓銀紙，但係你有2個都就快死嘅親生骨肉，一個叫做 SpaceX， 電爆咗3次火箭；一個叫做 Tesla， 燒錢燒到只剩最後3日命。所有嘅專家，甚至係你嘅摯友都同你話，放棄一個啦，保住一個就已經好好噶啦。但係 Elon 呢個傻佬嘅答案係唔得，你點可以親手放棄你嘅親生仔嘅呢？我全部都要救。資金歸零，老婆搞離婚。2008年嘅 Elon Musk 唔係咩科技英雄，係一個連屋都冇得住，差啲要向朋友度水過日子嘅大輸家。佢點樣喺破產前最後1秒鐘玩贏一場改變人類命運嘅末日大反擊呢？各位一路街嘅街坊，歡迎返到嚟，大家久等啦！今日終於嚟到馬斯克史詩式傳記嘅第11集，亦都係最精彩、最攞命嘅一章。呢場末日反擊聽落好似好戲劇化，但係對當年嘅伊朗嚟講，嗰種係真實令到佢窒息嘅絕望。2008年就係伊朗呢一世人最深最黑嘅谷底。Doing a startup is like it's like eating glass and staring into the abyss. It's quite painful. 真係踩住玻璃睇住自己向地獄深淵前進。上一集我哋見證咗 Tesla 呢個帝國係點樣喺一場火花四濺嘅碰撞入面誕生。故事由3個男人開始，一個對技術有純粹執着嘅天才 J.B. Straubel， 性格火爆嘅 Martin Eberhard， 同埋啱啱賣咗 PayPal 袋住大袋錢嘅 Elon Musk。但係呢個夢幻組合由第一日開始就係一個火藥庫。Martin 想用外判方式快脆造車，但係 Elon 就堅持要垂直整合，核心技術一定要掌握喺自己手上。2個人由會議室鬧到去公眾媒體，然後我哋見到 Elon 點樣喺 Tesla 拳鬥入面贏咗 Martin Eberhard， 但係贏咗場交唔代表贏咗個世界。Elon 接手嘅其實係一架正喺度焚燒緊嘅巴士。今日我哋唔係要講 Elon 點威，而係要睇下呢一個男人點樣喺資金斷裂、九死一生嘅關頭，發揮佢嗰種唔係你死就我亡嘅瘋狂性格。呢場末日反擊嘅戰場，一邊係萬里之外雀仔都唔生蛋嘅荒島，另一邊係一沓沓燒到變灰燼嘅美金。街坊們沖定杯咖啡，坐定定。今集我哋直衝伊朗地獄之門，一邊聽故仔，一邊拆解今日嘅伊朗是如何煉成的。Let's go！ 故事由一支被放逐嘅火箭開始。2005年，伊隆最初想喺加州嘅 Vandenberg 范登堡空軍基地發射佢嘅火箭，近佢公司總部又方便，真係 perfect 啦。點知美軍嗰套規矩大過天嘅官僚文化，同伊朗嗰種所有規矩都係廢話，除非你證明俾我睇唔係嘅性格，簡直就係火星撞地球。再加上空軍要射自己粒10億美金嘅間諜衛星先 ，SpaceX 個發射期慢慢等啦。大佬啊 ，SpaceX 嗰陣唔係 Lockheed Martin 嗰啲軍工巨頭，延遲一日就係燒多一日錢。2005年嘅5月，伊隆終於頂唔順，打電話俾佢個手下，執嘢，我哋搬竇啦。搬去邊呢？搬去一個同方便2個字完全相反嘅地方。為咗份合約，佢哋一定要喺赤道嗰度發射，所以佢哋就攤開地圖，揾到太平洋中心一個叫 Kwajalein Atoll 嘅地方，夸格林環礁。呢度離開 LA 成4800英里，
以前係美軍核試場，可以話係雀仔都唔生蛋嘅地方。而管理呢個地獄島基地嘅係一位叫做 Major Mango 嘅陸軍少校，芒果少校。伊朗聽完都笑咗出嚟。熱帶孤島由芒果少校管理，簡直係合適不過啦。佢打俾芒果少校，Mango 呢就以為係個黐線佬，即刻 cut 咗佢線。點知跟住佢玩手 Google 咗一下，發現條友係堅嘅，先死死地氣打返俾伊朗。伊朗第一句就問：喂，頭先係咪你 cut 我線啊？就係咁，呢兩位仁兄喺 Applebee's 度食咗2餐飯，見咗2個面，單雕就傾成咗。多年之後，伊朗都自己承認，去跨出一個極大嘅錯誤。唔單止物流係一場噩夢，而嗰度充滿咗鹽分嘅空氣，更加係金屬嘅天敵，火箭嘅殺手。但係亦都係呢個地獄島造就咗 SpaceX 呢班打不死嘅團隊。班工程師去到嗰度，生活簡直就係真人版嘅 Survivor 荒島求生加劫後重生添啦！喺嗰度做嘢，着住件 T-shirt 曬45分鐘都會曬傷。佢哋喺島上倒石屎整發射台，而為咗慳錢呢，佢哋甚至唔鋪路啦，用幾塊夾板鋪喺地，將支火箭推前幾尺，然後就將後邊塊板搬去前邊，一尺一尺咁樣將個火箭推去發射台。最誇張係有個土耳其工程師，佢直情喺發射塔旁邊起咗個煮食營，日日喺度煮牛肉 yogurt 大雜燴俾大家食。而呢班人嘅制服 T-shirt 又寫住啲咩呢？ Out sweat, out drink, out launch， 即係流嘅汗水多過人，飲嘅酒勁過人，射火箭都快過人。但係熱血唔代表會成功。2006年3月24號 Falcon 1第一次試射，控制室入邊，Elon Musk 喺倒數最後關頭，壓力大到竟然走去問個發射指揮官，幾年後另一支火箭嘅零件訂咗未？搞到個指揮官 O 晒嘴。升空25秒之後，引擎專家 Tom Mueller 望住啲 data 大叫 Oh no！ 影像顯示引擎漏緊燃料，仲着埋火。幾秒之後，火箭直接跌落海，變咗最貴嘅煙花。一查之下，出事原因竟然係粒邊粒火箭喉管上面嘅一個螺絲帽仔，因為島上面嘅鹹海水同埋海風受蝕咗斷咗，導致漏油。好，第二次試射，2007年啦。伊朗諗住，呢次穩陣啲啦，要團隊確保風險清單上面最致命嘅前10項風險已經徹底解決，先至准升空。點知又中招。今次係所謂嘅液體晃動 slosh， 火箭喺太空好似入咗乾衣機咁瘋狂自轉，最後又係墜毀。伊朗原來當時列咗15個風險，呢個晃動 slosh 啱啱就排第11，佢以為發生嘅機率好低，決定搏一搏，點知就係輸喺嗰度。佢事後反證咁講咗句：以後我哋將風險清單永遠一定要睇埋第11項啊！嗰陣啊，真係邊個救我慘啊！火箭就喺度爆，車嗰邊亦都係一鑊粥。Tesla Roadster 本來諗住目標賣8-9萬美金，點知計嚟計去盤數恐怖到每賣一架車，唔單止冇錢賺，仲要倒貼蝕到入肉嗰隻。伊朗當然係固執噶啦，成日都要改設計，結果呢，成條供應鏈變咗全球大巡遊啊！日本電池去泰國組裝，再船運去英國加個底盤，再運翻去歐洲。嗰粒電池由俾錢日本供應商到架車賣得出，足足係要成9個月咁耐。伊朗始終都覺得有啲唔妥，冇理由改少少設計會搞到咁大鑊噶，就派咗佢嘅特種部隊 Antonio Gracias 同埋 Tim Watkins 去查數。呢2個人查完之後就同伊朗講：伊朗大鑊啊！原來我哋根本冇一張完整嘅零件清單 Bill of Materials 啊，即係話你起樓冇圖則一樣。我哋真係架車裝到邊就買到邊啲零件，完全冇預算係邊樣零件要幾多錢。嗰2位嘅結論係 Tesla 會喺賣出第1架車之前就燒晒啲錢破產。呢個殘酷嘅現實引發咗 Tesla 內部嘅權力鬥爭。呢個亦都係點解去到2007年8月，Elon Musk喺董事會攤牌，將創辦人兼 CEO Martin Eberhard 踢出局。但踢走咗 CEO， 問題都仲喺度啊！接手嘅 Michael Marks 亦都同伊朗頂頸。Michael 覺得伊朗太霸道，成日都鬧人白痴，又成日講啲好難聽嘅說話，話呢啲係我聽過最蠢嘅嘢。
Michael 最後留低咗一句都幾精警嘅評價，佢話有啲人天生就係仆街 asshole， 但係佢哋成就太偉大啦，呢個可能就係我哋世界要付出嘅代價。時間去到2008年頭，嗰陣時 SpaceX 已經2次發射失敗， Tesla 就燒錢燒到就嚟乾塘。去到8月3號喺太平洋嘅 Kwajalein Atoll 嗰度，SpaceX 成嚟咗 Falcon 1火箭嘅第3次試射。今次 Musk 係真正嘅 all in 孤注一擲，佢同條 team 講過，佢嘅錢只夠試3次。佢甚至講過，如果我哋3次都搞唔掂，咁啊即係我哋抵死啦。為咗表示決心，今次火箭上面搭載住美國空軍嘅衛星、NASA 嘅衛星，甚至仲有《星空奇遇記》Star Trek 演 Scotty 嗰位演員 James 嘅骨灰。係啊，連 Scotty 都一齊上路。今次真係 beam me up or blow me up 啦！起飛嗰陣形勢好似好好啊，點知分離嗰一刻發生咩事？問題就出喺1秒嘅時差。就喺第一級推進器完成任務，準備返地球嗰一刻，佢竟然好似回馬槍咁向上推咗一下，輕輕力撞咗上第2級火箭嗰度。原來係因為新設計嘅冷卻系統喺真空環境之下產生咗少少剩餘嘅推力，控制室由天堂跌到落去地獄，1秒鐘嘅事，玩完啦！火箭、衛星，仲有 Scotty 啲骨灰，全部都化為一堆廢鐵，跌返落去太平洋。控制室全場死寂，3次發射，3次都變咗最貴嘅煙花。SpaceX 正式燒晒啲錢，而喺同一時間 Tesla 嗰邊又瘋狂地流血不止。雪上加霜嘅係，連伊朗嘅私生活，佢嘅婚姻都同時觸礁，老婆帶住啲仔女，搞到佢連屋都冇得住。換轉係你同我，可能已經跌埋心水，申請破產，同世界講句 Sorry but I tried。但係第二日伊朗嘅反應嚇親全世界，佢冇發火冇鬧人，只係冷靜咁同大家講，我哋喺洛杉磯嘅工廠仲有第4支火箭嘅零件，砌起佢6個星期之內準備第4次發射。伊朗式黐線嘅 deadline 又出現啦，6個禮拜，之前2次發射，一次隔咗12個月，一次隔咗17個月，但係對佢 SpaceX 嗰班打不死嘅團隊呢，呢句話反而就好似一支強心針，成間公司嘅能量由絕望瞬間變成咗一股 I'm hell bent on making it work 嘅決心。人力資源總監後嚟形容話，喺嗰一刻之後，我覺得我哋大部分人都肯跟住呢個傻佬衝入去地獄之門，仲要係自願咁搽住太陽油衝入去嗰隻啊！而喺呢句說話之後2個月，即係10月份呢，伊朗換咗3個 Tesla CEO 之後，終於發現呢個 Tesla 爛攤子，除咗佢自己，應該都冇人搞得掂噶啦。終於做咗一個決定，親自上陣，同一時間身兼2間垂死公司嘅 CEO。不過醒目嘅香港街坊們，你哋可能會問：錢呢？錢喺邊度嚟啊？頭先咪話兩邊都冇晒錢嘅。伊朗當然知道自己要面對嘅係咩啦。佢話其實就好似我有2個親生仔，但係屋企就快斷糧。我係咪應該將所有嘅嘢食俾其中一個仔，至少有一個生存到呢？定係將食物分一半，但係結果可能2個都餓死噃？佢最終嘅決定係，佢要用盡所有去拯救2個仔。What's more important, rockets or cars? Well, I guess they're both important. I guess my career is Mars and cars. 但係通常呢啲嘢聽下就算啦，係咪啊？做起上嚟通常都係無能為力嘅。不過對於伊朗嚟講，又正所謂真係絕處逢生。喺嗰邊廂 SpaceX 就快撲直之際，8年前喺 PayPal 發動政變踢走伊朗 CEO 職位嗰班兄弟們呢， Peter Thiel 帶頭嘅 PayPal 黑手黨竟然喺呢一刻向 SpaceX 投資2000萬美金。伊朗自己都話：我唔信星座，不過因果報應真係可能存在啦。當年佢做 CEO 嗰陣被暗殺之後啊，冇同班兄弟反面，佢話可能先至今日有呢一份果嚟救翻佢一命咋。呢筆錢就係 SpaceX 嘅最後籌碼。有咗呢筆救命錢，第4次發射正式啟動。為咗趕嗰6個星期嘅伊朗式 deadline， 佢哋就包起咗一架空軍嘅 C-17運輸機，直接將火箭飛去發射場嗰度。點知當架飛機準備喺夏威夷降落加油嗰陣，劈一聲巨響，
火箭嘅外殼竟然好似一個汽水罐咁，因為飛機急速下降，機艙壓力增加得太快啦，巢撚咗。成班工程師即刻亂到好似無頭烏蠅咁。有個大隻佬工程師甚至衝咗入去駕駛艙，對住兩個空軍機師大嗌，叫佢哋即刻飛翻高啲，飛翻高啲。喺極限之間總算飛翻高啲，但係火箭已經受損。電話嗰頭嘅伊朗沉默咗一陣，然後講咗一句又再次展現佢嘅 reality distortion field 啊，唔係淨係李生先有李氏力場嘅，伊朗都有伊朗力場。佢就話唔使運翻嚟，你哋照樣飛去發射場，喺嗰度整翻得噶啦。於是喺太平洋呢個孤島上面，班工程師搏命趕緊工嘅時候，佢哋又突然之間發現，咦，附近出現咗一隻3尺長嘅巨型椰子蟹噃。佢哋見到隻蟹咁大隻，仲要擺出一副好似掘住佢哋做嘢嘅壓迫感，橫行霸道到同佢老細伊朗簡直係倒模一樣啊！所以班工程師就決定叫隻蟹做伊朗啦。喺呢隻巨型椰子蟹伊朗嘅注視之下，呢班好似戰地醫生嘅工程師用咗5日時間完成咗人哋要搞5個星期嘅嘢。2008年9月28號，第4次發射日，成敗在此一刻。下晝4點，伊朗返到指揮中心，控制室一片死寂，淨係聽到倒數嘅聲音。踏正4點鐘，火箭升空。2分鐘、6分鐘、9分鐘，當第2級引擎關閉，衛星成功進入地球軌道嗰一刻， SpaceX 總部控制室入邊啲人又喊又笑，互相擁抱。而伊朗呢，行咗出控制室，一個人靜靜咁喺停車場嗰度，佢冇大叫，冇慶祝，只係默默咁感受住呢個時刻。佢贏咗最少係一半嘅豪賭，但係話一半，當然你就知道故事唔係就咁完啦。伊朗連開香檳慶祝嘅時間都冇，因為當一支火箭終於飛上天嘅時候，佢另一盤生意 Tesla 正以光速衝向破產嘅懸崖。Tesla 嗰邊大失血緊。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爆發，美國3大車廠都排住嚟申請破產啊，根本冇人肯借錢俾 Tesla。伊朗為咗撐住公司，甚至要喐動到客戶訂車嘅訂金嚟出糧。佢話我一係咁做，一係就一齊死㗎咋。佢身邊所有嘅朋友、屋企人都俾佢借到盡。佢細佬 Kimball 賣晒所有手上最後嘅 Apple 股票，即使銀行打嚟警告佢話會搞臭佢個信用額，佢都照入錢俾阿哥。Google 創辦人 Sergey Brin 亦都入咗50萬美金，甚至連 Tesla 員工都寫支票救公司。伊朗自己壓力大到咩程度？佢當時嘅女友，後來嘅2任太太 Tallulah 憶述，佢話伊朗晚晚發夢大叫，甚至會半夜衝去廁所嘔，成個人變到好瘦，連行路都好似僵硬晒咁。就連佢最信任嘅工程師，一個佢曾經稱之為佢靈魂伴侶 soulmate 嘅人都話，我走去問佢啊，話喂，點解你唔乾脆放棄一間救另外一間呢？如果 SpaceX 先係你嘅真心所屬，咁就應該掟走 Tesla 啦。當然，我哋而家就知道伊朗嘅答案就係親生仔一個不能少。時間係2008年12月 ，SpaceX 2個月前先啱啱死過翻生，成功嘅發射攞到咗 NASA 一張價值16億美金嘅救命符合約，但係 Tesla 至今就只夠燒到去平安夜。冇錯，就係 Christmas Eve 12月24號。到時唔單止公司戶口冇錢，連伊朗自己私人戶口都乾塘。喺呢個絕境，伊朗唯有向現有 Tesla 投資者伸手，希望佢哋再抌多啲錢。點知一個叫 Alan Saltzman Vantage Point Capital 嘅大佬就話我反對。呢一票就等於一個 opener，唔係攞嚟開香檳，係攞嚟撬開咗 Tesla 嘅棺材板。呢位 Alan 其實同伊朗已經積怨好耐噶啦，成日咧都希望 Tesla 做啲穩陣啲嘅嘢，例如去幫傳統汽車工廠做電池供應商。但係伊朗覺得呢個諗法簡直係傻嘅。佢話大佬啊，你將我哋架靚車綁去一艘就嚟沉嘅鐵達尼號嗰度，佢所指嘅鐵達尼號就係當時嗰啲傳統車廠。就喺所有人都以為 Tesla 死緊嘅時候，故事又迎嚟咗最戲劇性嘅轉折。時間係12月24號當晚，一直企硬嘅 Vantage Point 竟然轉態，同意咗新嘅融資方案。當聽到消息嗰一刻，一路谷到行一行嘅伊朗，
終於都頂唔順崩潰啊！喺電話前面忍唔住喊咗出嚟。如果當時衰咗， Tesla 會即刻死亡，而電動車呢個夢想亦都可能跟住沉寂好多年。好啦， Tesla 呢就執得返，但其實長遠錢嘅問題仲未完㗎。真正當時打救 Tesla 嘅白武士，其實係後尾嘅德國車廠 Daimler， 即係平治嘅母公司。故事又係非常之伊朗模式。當時 Daimler 嘅高層話有興趣會派啲人嚟考察，伊朗就即刻叫佢啲工程師喺勁短嘅時間入邊，將 Tesla Roadster 嘅電池同摩打塞咗入去一架汽油版嘅 Smart Car， 即係嗰啲好鬼細架嗰啲車嗰度。當班晦晦氣氣嘅德國高層嚟到，一臉不屑咁諗住，哎呀，老細又叫我哋睇啲無謂嘢嘅時候，伊朗就問啦：喂，不如揸下我哋架車啊！佢哋就坐上咗嗰架經過伊朗悉心改裝過嘅 Smart Car， 一踩油門，架車好似火箭咁彈咗出去。伊朗後尾都好得戚咁講，佢話當日嗰架 Smart Car 真係快到曉飛啊！班德國佬當場 O 晒嘴，下巴跌到落去地下。結果 Daimler 即刻博取用5000萬美金買咗 Tesla 嘅股份。伊朗坦白講，如果當時 Daimler 冇投資， Tesla 又係會死咗噶啦。有咗錢，伊朗終於可以啟動佢真正嘅宏圖大計，就係做一部可以量產嘅4門房車，亦即係跟住落嚟嘅 Model S。 佢亦都揾到佢嘅真命天子設計師 Franz von Holtzhausen， 佢哋喺 SpaceX 嘅火箭工廠用嗰張篷搭咗個臨時設計室。你可唔可以想象下嗰個畫面呢？一邊就係整緊火箭，人類探索宇宙嘅尖端科技，另一邊係一班人喺個帳篷入邊用緊黏土模型塑造緊汽車嘅未來。呢度唔係車廠啊，簡直就係少林寺嘅木人巷。喺呢個帳篷設計室，佢哋開創咗一種全新嘅模式，就係將工程師同設計師擺喺同一個房，就好似 Steve Jobs 話齋，設計係一個人造創作物嘅根本靈魂。Design is the fundamental soul of a man-made creation。 最經典嘅例子就係 Model S 嗰個可以自動彈出嚟嘅門柄，工程師當然就係大力反對啦，話喂，又複雜又易壞。但係伊朗堅持就話嗰個門柄感應到你行埋嚟，會着燈，會彈出嚟同你打招呼，對嗰位車主嚟講係簡直 magical。呢個門柄就好似同個車主講緊，喂，快啲嚟開我啦。另一個顛覆性嘅設計就係嗰個巨大嘅觸控螢幕，佢將一架車由一件硬件徹底咁變成咗一件可以不斷 over the air 更新嘅軟件。你今日買咗架車，幾年之後佢嘅性能可能仲勁過你買嗰陣啊。Tesla 唔再係賣緊一架車，佢係賣緊一個會進化嘅流動平台，一部汽車界嘅 iPhone。正當 Tesla 喺地面反擊緊嘅時候，Elon Musk 喺天空嘅夢想亦都升華到另一個層次。當時 NASA 份合約要求 SpaceX 搞一支比 Falcon 1勁好多嘅火箭，於是 Falcon 9就咁誕生啦。佢有9個引擎，推力足足比之前 Falcon 1大咗10倍。但係 SpaceX 嘅作風就係經常都要中意用啲最 scrappy 嘅方式去擊嗰個又貴又笨重嘅傳統航天工業。佢哋經常都周街尋寶，用廢鐵價就買到價值150萬美金嘅壓力容器。NASA 太空站用嘅艙門鎖 latch 一個通常都要1500蚊美金。SpaceX 呢就直接改裝普通廁所門嗰個機械鎖哨嚟用，成本先至係幾十蚊咋。最後佢哋重建發射台嘅成本只係傳統公司嘅1/10。2010年嘅6月 Falcon 9進行第一次無人試射，發射前一日，一場暴風雨淋到支火箭濕晒，點算好呢？跟 NASA 嗰套標準做法，一定就係嗌停推遲噶啦。但係 SpaceX 呢，佢哋竟然揾咗個風筒出嚟，慢慢吹乾啲天線。冇錯，就係你我屋企用緊嗰隻風筒。伊朗問個工程師：喂，咁樣你覺得飛唔飛得過啊？工程師答：應該搞得掂嘅。伊朗就望住佢，承擔起所有嘅責任，話好，就咁決定。結果發射完美成功，但係真正嘅大考驗仲喺後邊。同年12月 SpaceX 要挑戰一個連好多國家都做唔到嘅任務，唔單止要將太空艙射上軌道，仲要安全咁帶佢返地球。喺人類歷史上，之前係得美國、俄羅斯同中國3個政府先做得到。
發射嘅前一日，檢查發現火箭第二節引擎個裙邊有兩條細細地嘅裂痕喎。NASA 啲人就覺得今次點都要延遲啦啩？點知伊隆問咗團隊一個令人又 O 嘴嘅問題啦。喂，不如我哋直接將啲有裂痕嗰忽剪咗佢咧？你冇聽錯，佢嘅解決方案係叫人拎把大鉸剪出嚟，好似剪紙咁將火箭個裙邊收一收。第二日嗰支剪過嘅火箭就咁樣照常發射。結果火箭成功將龍飛船 Dragon 送入軌道，完成任務之後喺加州對開嘅海面溫柔咁降落。SpaceX 一間私人公司完成咗本來淨係得世界3大強權先至做到嘅世紀奇蹟。由2008年平安夜嘅瀕臨破產，到2010年底成功回收太空艙，短短2年，Elon Musk 帶領住佢2間公司上演咗一場商業史上最不可思議嘅大逆轉。佢證明咗，只要你有足夠嘅膽識、少少嘅 karma、堅持你嘅 first principle 思考，同埋一種近乎瘋狂嘅意志力，你就可以將不可能變成可能。This is what victory feels like. Yeah! 但係對伊隆嚟講，呢一切只係一個開始，因為佢嘅下一個挑戰更加宏大，風險更加高。佢要將貨船變成載人嘅飛船。事實上，佢自己一早就為呢一日做好準備。佢一早就叫工程師喺設計龍飛船貨艙嘅時候，預留咗一個當時冇需要嘅嘢。街坊們，大家估唔估到呢樣係咩嘢呢？喺留言嗰度話俾我聽啊！睇下最快邊個會估到啊！下一集我哋就會講下 Elon Musk 點樣透過呢一樣嘢將人類再一次送上太空。走之前都係嗰句啦，希望大家認同知識有價。如果你哋覺得我哋嘅內容值得支持，希望你可以考慮下面喺描述欄入面一啲對創作者友善嘅平台去支持 YOLO 街。當然，無論你用咩方式，就算只係一個 like 一個 share， 對我哋都係重要嘅鼓勵。最緊要嘅係我哋一齊拒絕做盲毛。下次見啦，拜拜。